啊，打个毛啊！祖天师都不敢面对的存在，他去被打成沟帮子烧鸡还差不多。我承认刚刚是老道说话声音大了一点，这就对了吗？江山笑着点了点头。我们不是说要主动去将这么恐怖的存在放出来，这只是一个应急保险方案。如果发生了什么不可逆转的事情，咱们也没得选。江山叹了口气道，他也不想这样，可谁让地宫里面那位实在太恐怖了。先锋小组已经组建完成了，先让他们进去探探路，看看情况。但是上面的意思，老天师应该清楚，如果没有绝对的把握阻止那位出事，那我们就什么都不做，甚至还要帮他一把。江山看向老天师，严肃地说道，说简单点，你们龙虎山有把握延长封印，那就放手去做，要是没有，我们会接手后面的事情。老天师听后没有说话，只是沉重地点了点头。他知道上面的意思就是，如果不能有10成把握继续封印，那官方就会接手一切，不再与嬴政交恶，而是交好，甚至会助其一臂之力，放出来谈一谈。老道明白，这也是唯一的解决办法。老天师叹了口气，这是必然的。你说你都不能继续封印人家，那还去强行交恶，那不是傻波一吗？对了，刚刚那个动静是你们的祖师爷施化了？江山抬头看了看诡异的天象，开口问道。就是不知道是哪位祖师被惊扰到了。老天师点了点头。这些祖师有没有得谈？江山继续问道。他可没忘记，这始皇陵除了有嬴政这位大佬，还有165位天师，还有无数道门前辈祖师爷，这恐怕不行。老天师苦笑着摇了摇头，僵尸不是生前的祖师，不会有生前的感情羁绊，在达到不化骨之前，他们连生物都算不上，那就做好准备，一旦这些祖师爷全部石化，上面也会唤醒那位来掌控局面。江山提醒着老天师，那位要是醒过来，情况不是更糟吗？老天师闻言一愣，那怎么办？165位天师尸变，还有那些个前辈大能加在一起冲出始皇帝宫，我们就挡得住了。你也说了，那位还有谈的可能，这些祖师爷那可是纯纯的僵尸，只知道嗜血杀戮。江山语气平淡，这个决定是上面做出来，意料之外却又在情理之中。嬴政可怕，可这位到底是有灵智，可以谈可以交流，而那些个祖师爷化成的僵尸没那么可怕，但却是一群杀戮怪物。再说了，这两者不论是哪一个，我们龙国都很难镇压。既然这样，为何不将嬴政放出来？起码人家还能谈还能交流，那群祖师尸变就只能打。老张啊，你说一个两个的祖师爷尸变，咱们随手就能拿捏了。可你也说了，这地宫里面光是你龙虎山的天师就有165位啊，这一旦开战，你们龙虎山挡不挡得住？你要说挡得住，我立马通知上面取消一切原定计划，你来安排。江山大手一挥，开口道：挡？他特么拿头挡啊！他是天师当代绝顶，可对面有165个，也全都是天师，历代绝顶啊！这些人生前随便拎出来一个都比他强啊！更何况里面还有祖天师张道陵，他也不知道自家祖天师会不会失灵，还有那些和祖天师同辈的高手，别说龙虎山了，就算把道门各派全拉过来都挡不住。不仅多，还个个都是祖师爷，天灾将至，大劫临头。老天师声音之中带着苦涩，谁能想到这些历代镇灵道士也成了灾难中的一环？屠龙勇士终成恶龙，等会我亲自带队吧。如果事情超出了掌控，我会亲自将那位迎出始皇陵。老天师眼中闪过一丝坚定，决定亲自下目，他要亲眼看到地宫里的情况才好做决定。辛苦了老张。江山拍了拍老天师的肩膀，他们根本没得选，只能根据情况的转变而做出相应的对策。各方行动的同时，夜幕退去，旭日东升，整个景区被封锁的消息也传了出去，整个网上一时间掀起轩然大波。龙国已经很多年没有这么大规模了，在明面上封锁过一个区域了，听说始皇陵被封锁起来了，怎么回事啊？今早我看见军队都开始入驻，真的假的？那地方不是被开发成景区了吗？包的老弟，我就住在附近，今早刚拍到的，特马的机械部队都入场了，好多坦克，附近道路全封了。对，我还看到不少道士都来了。好家伙，我这辈子见的道长都没今天见得多，紫袍的都数不过来。有没有兄弟去看看怎么回事？直播呀！始皇陵被封锁，该不是里面有啥东西吧？一时间，整个龙国民众的好奇心被激发了出来。毕竟是始皇陵啊，那可爱迷人的老祖宗埋葬之地，本身热度就不小。如今这么一搞，大批主播闻着味就前往了始皇陵，而修行界的人也同样好奇始皇陵的动向。他们倒不是因为官方的封锁，而是龙虎山的天师令，这都多少年没见到过了。无数龙虎山弟子全都放下手里的事儿赶过去，这也算100年难得一见了。难不成这始皇陵里有1000年僵尸不成？龙虎山所有人都去了，我的个乖乖，连留守的人都没有啊，全去了。60年前百鬼夜行那次都没这么夸张吧？总不能是始皇陵里真有什么1000年僵尸准备出事了。这些修行界的人抱着好奇，3、5成群的赶往了始皇陵。老天师张鹤琴可是有着当世绝顶的称号，能让老天师这般紧张，调动整个龙虎山来应对的存在，不少人都想来看看。而此时，身为风暴中心的我已经陷入了沉睡之中。这2000年来，我清醒的时间极少，毕竟被困在青铜关之中，醒来也是折磨。而张道陵站在铜关之下，眼神闪烁，似乎在做什么艰难的决定。袁道友已经尸变，那群闯进来的人恐怕不是镇灵道士，这地宫之中还有诸多同道的遗骸，一旦全部尸变，其灾难不亚于始皇出世。可他现在的状态，没能力去做任何事情，他连陵寝都没办法离开。早知当初便听徐道友之言，将所有道友的遗骸全部毁掉了。张道陵叹了口气，当年有人向他提过建议，将这地宫里所有尸体全部打得灰飞烟灭，以防日后尸变。毕竟这皇陵地宫之中阴气太盛，他们这些修道之人死后必定会发生尸变的。可张道陵拒绝了，毕竟人家都舍弃一切进入皇陵来镇压祖龙了，结果死后还落得个尸骨无存的下场，这实在说不过去。可现在这些同道中人却也成了灾难本身。只有一个办法了。张道陵看向陵寝之中那些盘坐在地上的同道，这些人是道门中的佼佼者，所以进入地宫之后，跟随张道陵一同坐镇陵寝中宫，最后羽化仙去在此。而现在他张道陵也要行旁门之术，违背心中正义理念了。他要炼尸。这陵寝之中有着4具遗骸，其中1具是他自己的，剩下的3具都是道门祖师爷级别的人物。3具遗骸其身前地上都刻着各自身份供后来者辨别：太极左仙公葛玄，灵宝派祖师，善符咒诸法奇术甚多。于东吴赤乌7年入皇陵镇祖龙，天书领位真人，
萨守监、萨祖派、西河派、天山派三派祖师，于大宋绍兴11年入黄陵镇祖龙。真君、许绪、晋明派祖师曾斩蛟龙踏仙门，于东晋宁康2年入黄陵镇祖龙。看着这3人的遗骸，张道陵叹息了一口气，算上他自己4人合成4大天师，葛玄这3位不是出自龙虎山，却也获封了天师之名，且是道门所有道统全部认可。这3人的地位仅在张道陵这个祖天师之下，3位道友得罪了祖龙，脱困在即，不可不作数频道无礼了。张道陵说着，手中法诀一掐，一道金光从其指尖射出，那金光瞬间将葛玄3人的尸体尽数笼罩。在金光照射之下，3人原本保存完好的肉身开始腐烂，不过片刻功夫就只剩下了骨架。起！张道陵一声大喝，那3具泛着金光的骨架瞬间腾空而起，随后不断扭曲变换，猛地冲向了悬于半空的青铜棺。3大天师的骨架扭曲的附着在青铜棺椁之上，将其牢牢缠住，其骨架之上还闪烁着道门皱纹的金光。以3位高公的遗骸再加一层封印，也不知能撑多久。张道陵身形变得飘忽起来，仿佛下一刻就要消散一般。他已经到了极限了，这也是他最后能做的事。葛玄3人与他合为道门4大天师，享受道门气运香火，以这3人的遗骸困住青铜棺，是张道陵唯一能想到的办法。他的炼尸可不是炼成僵尸，葛玄这3人的气运地位，一旦炼成僵尸，张道陵控制不住。是，尔等还是太看得起自己。潼关之中的我被惊醒，随后嗤笑一声，这些人难不成真以为他们镇得住？没有那块陨石，什么4大天师、道门高公，我一直可灭。张道陵却是没有力气再回话了，他也知道我说的没错，没有那块陨石，他镇不住嬴政。可要是什么都不做，张道陵心中会更加不安。贫道即死，无道正义亦会前仆后继，正以治邪，亦以统万。张道陵撑着口气，看着青铜棺椁，坚定道：弱小也好，私心也罢，他现在做的就是正一道之理念。僵尸天性邪恶，无论是好是坏，都不应该出现在这个世界。陛下想要成僵，便是逆天而行；大秦想要万世，便是错上加错。听着张道陵的话，青铜棺椁之内，我摇头失笑。你这个老道士倒是好大的口气，正以治邪，亦以统万。天地万物，你又曾见过几何？10年可见春去秋来，100年可证生老病死，1000年可探王朝更替，10000年可睹斗转星移。你在这皇陵之中陪了朕2000年，还是看不明白？一如井底之蛙，朕要成了不是僵尸，大秦也不是要万世。2000年，你镇压朕2000年，也陪了朕2000年，你与朕也算亦敌亦友，这么多次交流，你还不明白吗？我微微有些失望，这位外界万人敬仰的正义祖天师，也不过如此。陛下何出此言？张道陵微微一愣，你这又是改变皇陵格局，又是收天下至阴之物入怒，甚至在皇陵之中以水银打造了一条阴河，这还不想成僵，不想大秦万世？那可是您生前自己喊出来的。你觉得朕若出来会是什么？嬴政的声音传出青铜棺，张道陵沉默了一下，他这个祖天师都拿不准嬴政出关之后究竟会成为什么样的存在，因为这没先例，从来没有哪一具僵尸像嬴政这般身负大秦国运，人间第1位皇帝，后世尊称祖龙，无边气运加持一身，哪怕是僵尸之中最为顶尖的不化都用不了这般庞大的气运加持。一旦出关，嬴政恐不属任何僵尸，而是直逼传说中的凶神悍拔。莫要将朕与那些茹毛饮血的怪物相提并论，朕要的也从来不是人间，是3界十方4生6道的一切。我霸道绝伦的话传出青铜棺椁，再次引得皇陵之中10万兵勇的颤抖。张道陵闻言双目瞪大，不可置信的抬头看向那青铜棺椁。何谓3界？天地人。何谓十方？4方4维上下4生，胎生、卵生、湿生、化生。6道又分为天、人、魔、地狱、畜生、恶鬼。传说中玉皇大帝为众神之主，掌管3界十方4生6道一切阴阳祸福。张道陵现在才明白，自己困住的祖龙，其野心不是人间一界，更不是什么简简单单的长生不死。陛下想要登临那33重天。张道陵声音之中带着一丝不可置信。玉帝为众神之统领，地在诸天永不毁伦，宗领万圣，开化万天，造化万物，统御万灵，为天界至尊之神，万天帝王。这样的存在岂是凡人可想？朕是人间始皇，如若成神，为何做不得众神之始皇？诛仙赞重大哉至道，上度诸天，下济幽魂。出关之时，我为万天始皇，届时神不自降，有感皆通，圣不虚灵，祈祷必应。我自信的声音传出青铜棺椁。当然我现在距离那个位置还有很远，可那又如何？当年我还不是秦王，只为一质子放言天下，10年横扫6合，诸民耻笑。可结果是我嬴政登基为始皇帝，陛下宏愿恐永生永世亦无法实现。张道陵冷静下来，随后轻声道，他承认以嬴政的大气运，一旦出关定是人间绝顶的恐怖存在，但也就仅限于此。放眼3界十方4生6道，还担不得帝王果位，甚至在张道陵眼中这不过是妄言。我没有反驳，夏虫不可语冰，我要做的也不需提前证明什么。外界各方修行之人汇聚在骊山北路之下，甚至就连诡异妖魔都混进来不少。天师令60年前见识过了，没想到还有其他人能让张鹤琴那个老东西再次发动。景区封锁线外，一个穿着白色衬衣戴着金丝眼镜满脸阳光的短发少年饶有兴趣地看着景区内部。60年前张鹤琴发动过一次天师令，而起因就是因为这少年所引起的百鬼夜行，进去探探始皇陵发生了什么。少年嘴中低语，其身下一道黑影瞬间窜出，进入了景区。也不知道是不是又出了一尊灭国级诡异，如果是我若将其收服，就不怕他区区龙虎山了。少年想着，脸上露出了灿烂的笑容。自从上次被老天师张鹤琴亲自下山扇了几个大鼻斗之后，这几10年他可是东躲西藏，受够了屈辱。今天他似乎看到了重新崛起的曙光。始皇陵地宫入口，老天师面色严肃，带着一众人等停留在此。老天师，我们是开门进去，还是打个洞？江山看了看地宫大门，又看了看老天师，这地宫之中藏着诸多秘密，大门他们也不知道能不能轻易打开。开门吧，我正一道诸多祖师皆是由此而入，不打紧。老天师摆了摆手，明白江山的顾虑。开门。随着江山一声令下，众多行动人员上前，将这座尘封100年的大门缓缓推开。这青铜大门打开的瞬间，一道道兵戈交击的声音传出，阴风灌入，那风瞬间掠过墓中摆放的编钟
钟和古筝等种种存于墓中的乐器。悠悠的声音通过大门传了出来，即便是老天师也忍不住打了个冷战。好重的阴气，老祖宗们可千万要坚挺住啊！老天师嘴中低语着，这么重的阴气，他龙虎山历代天师恐怕都已经僵化了，一旦触动某些东西，随时都能搞出一片祖师级的僵尸。老天师，你别怪我多嘴哈，这大门打开既然没事，你龙虎山诸多老祖为啥不在寿终正寝的时候出来呢？非得作画在里面？现在可好，屠龙勇士终成恶龙了。江山一边说着，一边打量龙虎山的众人，这些人脑回路有问题不成？镇压是可以，但没必要死都要死在里面吧？不是不走是走不了。老天师摇了摇头，没有过多解释。记住了，如果没有100%的把握，绝对不能激怒那位。诸位把道袍都换了吧，我准备了新的衣服。随着江山的话音落下，一件件黑色长袍被拿了上来。这时老天师有些疑惑地看着江山，干啥还换衣服啊？老天师，这你就不懂了。我是说万一哈，万一你们进去之后，那位已经出来了呢？那一看你们穿着道袍还怎么谈？里面那位被你们老祖宗困了2000年，搁你身上你气不气？那一看你们身上穿着龙虎山的道袍，怕是一个大鼻窦就过来。我这是为你们好。江山一边说着，一边拿着衣服往老天师身上套。这些衣服我可是连夜赶制出来的，照着秦朝衣物1比1还原，还特意做成的黑色。大秦水德国运，推崇黑色嘛。到时候哪位一看这不嘎嘎亲切，要是出了意外，咱们也好谈判嘛。听见此话，那群道长瞬间瞪大了双眼。你敢看不起我等正一修士？那始皇再强大也是邪门歪道，我正义如何能做出低头俯首之事？我龙虎山修的是正义理念，怎么能向黑恶势力低头？里面可是有着165位天师看着，这不是对不起老祖宗吗？老姜确实过了，我等好歹也是修了100年正一的修士。老天师也开口道，你们不穿也行，那收起来吧。江山看了几人一眼，随后就摆手示意把衣服拿下去。也不知道那位始皇帝有没有传说中那么暴躁，看到你们身上的道袍，会不会直接一巴掌拍死？老天师，你这个当世绝顶，能不能挨那位一巴掌？我估计行，再怎么您这修为，多少能撑一招吗？江山叹了口气，装模作样的说了一句，随后就做事要把衣服从老天师身上脱下来。那个等等，我就是觉得黑色好看，上山这么多年了，还没穿过黑色的衣服。老天师紧了紧身上的黑衣，他可不是害怕，也不是什么向黑恶低头，就只是单纯觉得黑色不错，偶尔穿穿也挺好嘛。掌门师兄，其身后众多老道死死盯住老天师。老天师刚要开口解释，然而众多老道士一同开口，我们也喜欢黑色啊。这样啊，那个老姜，一人一件，难得师兄弟们都喜欢同一个颜色，行，没问题。江山摇头失笑，将这些秦朝衣物发了下去。和龙虎山打了这么多次交道，他已经把这些老家伙们给拿捏完了。众人将衣服换掉，全然没有刚刚那般义愤填膺，好似刚刚反对的不是他们一样。看来那位确实有点恐怖啊。江山有些担忧的看了眼青铜门，接下来的事就拜托老天师了。进去之后，那位要是没出来，就按你们龙虎山的规矩办。要是那位出关了，把这个交给他，这是我们龙国的诚意。说着，江山拿出一封信递给老天师。这封信是上面几位大佬连笔写下的，还专门用的秦篆书写，就怕那位看不懂简体字。老天师点头接过了信封，随后带着6人义无反顾地走进了青铜大门。这6人中有3位是龙虎山的高公，还有3位则是官方的人。地宫之中，老天师带头走在最前面，其余6人紧随其后。老天师，这地宫看起来没那么难进，这太容易了一点吧？队伍里一个年轻人疑惑地开口道：“这进来是不是太容易了一点？”他听说这2000年来，不少人曾想入墓，但都被拦在了外面。之前诸多先辈镇守在此，外人如何进得来？老天师笑了笑说道：“这始皇帝宫巅峰时期什么配置啊？内有祖天师张道陵，外加与之齐名的3大天师，外有国师袁天罡、李淳风、龙虎山历代天师等等先辈大能。他们不想让人进来，就没人进得来。而现在进来的这么容易，很显然这皇陵地宫没有一个活着的镇灵道士。想到此处，老天师叹了口气。从他知道有盗墓贼进入皇陵，他就想到了，如果还有镇灵道士活着，区盗墓贼如何进得来？又有人进来了，真够热闹的。青铜关内，我睁开双眼，感受到了老天师等人。这始皇陵已经很久没有这么热闹了。这些人穿着我大秦衣服，我微微有些无语。这群人穿的是大秦的玄衣勋长，修的却是正义道头。一时间他还真有些拿不准，这些人到底是干嘛的？张老道的子孙后代叛变了，天师渡张道陵的残魂也在这时精神了起来。他同样感受到了地宫进来新人了，且让他有些兴奋的是，这次新人身上带着他龙虎山历代天师独有的气息，那是从他为始，一代一代传下去的天师渡，蕴含着龙虎山的底蕴，是每一代天师对于修行的感悟。新一代天师来了吗？就是实力太弱了，才办不金丹。我当年定下的规矩，不是步入金丹才可以进来吗？我正一道难不成已经凋零到这种地步，一位金丹修士都凑不出来？张道陵口中自语着，同时也有些兴奋。实力弱点就弱点吧，好歹是自己人呢。上一代龙虎山天师还是在100多200年前进来的，实力虽然及格了，但刚进来没多久就受煞气影响，不慎坠入皇陵银河深霄道狱。这一代应该是166代天师，不知道他能不能接我的班。张道陵脸上少有的出现一丝轻松，别的不说，至少能把之前进入地宫的那伙人赶出去，还有把原道友重新封印起来。张道陵想到了王武他们，这伙人现在是他的心病，一群陌生人进入到这么危险的地方，一个不慎就会酿成滔天大祸。新一代天师，青铜关内，我听着张道陵的自语，脸上有些怪异，不知道张老道看见自己这后代穿着我大秦的玄衣勋长会作何感想。不过这对我来说算是好消息，王武一行人再加上这怪异的天师一行人，无论谁走到这灵起，我都能出去。可惜张老道现在的状态，看不到这个所谓的新一代天师是何模样。此时还在地宫外围的老天师脸色有些难看，那位好像真的苏醒了。老天师嘴中呢喃着，他感受到一股视线在冥冥之中注视着自己，仅仅是被注视着，老天师就感觉
浑身冰凉，体内金光不受控制的起伏不定。这偌大的皇陵地宫之中，除了那位，他实在想不出还有谁有这种压迫感。都准备一下，这后面的路恐怕没那么好走。老天师说着，掏出几张符箓贴在了几人身上，这符咒泛起金光，将众人保护了起来，不受阴气侵蚀。掌门师兄，是不是发现什么了？张守一看着老天师的脸色有些不对，开口追问了一句。他是龙虎山上除了老天师之外辈分最高的，实力也仅次于老天师，恐怕要做最坏的打算了。还好我准备了点东西，大家分一下。守一，来，你拿着这个。老天师手一翻，从自己袖袍中掏出一个大家伙递给自己的师弟。张守一看着老天师手里的家伙，一下愣在了原地。愣着干嘛？拿好了，我专门找老姜搞来的好东西。哎，时代变了，咱们也得结合一下嘛。只见老天师扛着90、80火箭筒，手里还拖着几枚火箭弹，其上刻有一些龙虎山的经文加持，这玩意够顶，上面刻好了5雷符，一发下去比老道我的掌心雷还给力。最重要的是无消耗，一直轰就完事了。老天师介绍着手里的火箭筒，脸上满意的很。那个掌门师兄，咱们修道的呀。张守一嘴角抽了抽，我们是道士，扛着火箭筒这算什么呀？你这是什么思想热武器？怎么了？到了咱们手上这就叫法宝，还是无消耗的。老天师说着，将火箭筒塞到了张守一怀里。世道变了，时代也变了，这玩意一发下去堪比掌心雷，但要足够无限轰。可你的掌心雷能用几次？老天师拍了拍张守一的头，如今这个时代，修士没落，除了他张鹤清，其余人修不出太大的名堂。你哥这苦修10年，终于打出来一发掌心雷，人家流水线开工10年，怕是产出了1000万发炮弹。这里不比其他地方，这里面的僵尸也不是外面的诡异能比，随便蹦出来一个，咱们都得磕头喊声老祖。要是运气不好，咱们可能连那位的陵寝都走不到。老天师语重心长地教育道：这里面的存在，随便一个去到外面，那都是称王称霸的狮王，不是外面那些个小诡异能比。他也很无奈啊，他也想仙气飘飘挥手金光降服一切，但没那个实力咋办嘛？来，一人一个，到时候要是遇见老祖宗了，别客气，直接齐射喂饱。老天师说着，给其余5人全都配备好装备。他不知道地宫里的老祖宗们有没有尸变，但以防万一，每个火箭弹上都有老天师亲自刻画的5雷符，威力超级加倍，说是法宝也不为过。而此时先进来的王五等人已经穿过了地宫外城，来到了内城入口。老大，这进去就是始皇陵了吧？张三看着眼前巨大的青铜门，咽了咽口水道：想什么呢？这皇陵地宫分有宫城和皇城，仿造整个咸阳而建，大得很，咱们想要进入陵寝还早着呢，这顶多是进入皇城的大门。王五瞥了眼张三，随后招呼众人一起推开了大门。随着青铜大门缓缓打开，其后的景象却将众人震慑在了原地。只见那青铜门后排坐着一群紫袍道士，一眼看去少说也有100、10来位，这100多位道士个个尸体死而不僵，依次排列在大门后的通道之中。真阳子看着眼前的一幕也是愣在原地，什么情况？没听说他们道门有过集体下墓的传说呀？这可是100多位老祖宗，要是真有什么集体行动，道门之中应该有记载才对。原本在这始皇陵能撞见袁天罡就已经很意外了，结果在这还有更多，这皇陵之中难不成还有什么秘密？真阳子突然想到之前袁天罡遗骸生前刻着的那段文字，现在想来恐怕这始皇陵之中藏着他道门的秘辛，否则怎么可能有这么多紫袍先辈进入这皇陵？镇祖龙，这祖龙难不成是那位始皇？真阳子眼中闪过一丝震惊，上百位老祖入陵，那位始皇难不成是有尸变迹象？不可能，那位身上的气运太过庞大，龙气护体，国运加深，这样的存在不可能化为僵尸的。真阳子摇了摇头，只觉得自己的想法有些荒谬，这皇陵不会被你们道门给搬空了吧？这是始皇陵啊，不是你道门的坟。王五咂了咂嘴，他是真没想到啊，始皇陵里葬的是道门的人，眼前这一片道门高宫的遗骸都快200了，道门啥时候有这癖好了？往人家的皇陵里葬自己人，抢墓啊，还特么100、10来号人集体合葬，这也忒不是东西了。他王五虽然是个盗墓，但也做不出这种事儿来，贫道也不知晓。但如今看来，这皇陵恐怕和外界所传不同，这地宫早就有人进来了。真阳子摇了摇头，他现在也是满脑子的疑问。废话，你家这些老祖宗都快把人陵墓给占满。王五听着真阳子的回答，翻了个白眼。真阳子懒得与其斗嘴，带着自己的僵尸，小心的走进了大门。炼化了袁天罡之后，他现在可是信心十足，即便这皇陵真的有什么危险，他自负能轻松应对。这可是一尊飞将，只差一步就能进入伏尸境，老天师也不过就这种程度。而老天师这样的人，可是被誉为当世绝顶，当世绝顶当小弟，他真阳子还有什么好怕的？愣着干嘛？跟上啊！王五见真阳子一马当先走进了大门，连忙招呼着小弟们跟上。等走近之后，王五瞬间眼睛一亮，这些个尸体和袁天罡那具一般，个个保存完好，死而不僵，随便抬出去一具都是能放进博物馆展览。这宝贝没寻到，搬几具尸体出去也能赚得盆满钵满。这些个尸体怕是也值老鼻子钱了，可惜搬不了太多。王五眼神发亮的看着这满地点盘坐的老祖宗们，哥几个麻利点，一人一具背在背上，小心着点，别磕坏了，别动。突然真阳子略带恐惧的声音响彻在众人耳边，怎么个事儿，道爷？王五略带不满的看向真阳子，别动这些尸体，他们都有成僵的可能，一旦惊扰了一个，那就会引起所有尸体的异变。真阳子努力平复着心情，这走近一看才注意到，眼前这些老祖宗们起码被这里的阴气滋养了几百年，已经有了化僵的迹象，个个身上都贴着镇尸符、镇煞符。最为恐怖的是，排坐在第一位的那位老道士身上，密密麻麻起码贴了上百张镇煞符。你不是会那个什么炼尸吗？上啊！你压一个紫袍道士，还带怕僵尸的，说出去不丢人啊？你懂什么？真阳子瞪了一眼王五，这些人懂个啥呀？他的实力放在外面还算不错，现在又有了袁天罡这具飞将，完全可以和老天师掰掰手腕。可这里有100多位老祖宗啊，一旦尸变，他这些人立马就得被活生生的吸死，那怎么搞？放在这好看？道爷你是有收获，可哥几个还空着手呢。王五右手藏到背后，盯着真阳子说道：道长，这些尸体前面也刻着字嘞。这时麻子的声音传来，众人顺着麻子的示意看去，只见这些尸体身前的地上与袁天罡一般都刻着字。真阳子率先来到排座第一的那具尸体前看了起来，2代天师张衡，奉父之命，于大汉光和2年入皇陵镇祖龙。2代天师真阳子双眼瞪大，祖天师张道陵的长子，龙虎山正一道的2代
代天师竟然在始皇陵，这位怎么可能在这呢？不应该埋在龙虎山吗？难怪了，二代天师正一道的4师，难怪会用这么多镇尸镇煞符。那其他人难道也是？真阳子嘴中呢喃自语着，随后朝着其余尸体看去。3代天师张鲁，4代天师张胜，5代张昭成，6代张娇。这里一路看下去，真阳子的内心越发震惊。这里有164具尸体，全都是龙虎山几千年传承下来的历代天师。龙虎山所有天师几近集体作画在此，这是在搞什么行为艺术啊？不搁自己家龙虎山待着，跑到别人的皇陵里作画是搞什么？龙虎山传承至今有166位天师，除去外面的老天师，还有1代不见了。真阳子心中有些紧张了起来，这不见的一位似乎是第165代天师，这皇陵里究竟藏着什么秘密？难不成那位祖龙真的有尸变的迹象？否则这100多位天师为何要进来？事情似乎已经超出了他的想象。外界传言龙虎山的天师短命，每隔一段时间就要新换一个即位，否则也不会1000多年就传承了166代。如今看来，这些天师不是短命，而是全都进到了始皇陵啊！道长，这些真的都是龙虎山的历代天师？王武这时走到真阳子身边，小心地问道。他不修道法，但也明白天师的恐怖。这样是儿的，这里有100多个呀！这些人还有之前的袁天罡，全死这了。这始皇陵之中处处透露着诡异啊！天师都挂了100多个，他王武能走出去吗？始皇陵有大恐怖。真阳子张了张嘴，正想回答，一阵恐怖的煞气突然冲天而起，打断了真阳子想说的话。众人瞬间惊慌了起来。老大，我那个……这时一道带着哭腔的声音传来，众人朝着声音看去，只见麻子手里拿着一张镇尸符，而他面前的那具天师尸体已经站了起来。你特么的搞什么麻子？不是我干的，是道长的僵尸，他一把扯下来塞我手里的。麻子满脸惊慌，语气带着一丝哭腔，真不是他呀，就刚刚很快呀。袁天罡刷的一下就扯掉了那张镇尸符，塞到了他的手里，然后又跑到了一边一动不动。真阳子眉头一皱，看向不远处一动不动的袁天罡，他已经将其炼化了，没有他的控制，不应该擅自行动才对，更何况还是去接符。僵尸可没有什么灵智。不等真阳子追问，吼一声响彻天地的怒吼在陵墓中炸响，那具被接了镇尸符的天师尸体睁开了眼睛，嘴中以肉眼可见的速度长出了獠牙，庞大的煞气形成一阵阵狂风，在其周身疯狂肆虐，整个墓室的阴气瞬间犹如漩涡一般朝着城门处涌来，周围历代天师身上的镇尸符被吹得哗啦啦作响。片刻后，这些镇尸符直接被煞风吹掉了下来，无数张镇尸符在空中飞舞，而那些尸体没有了镇尸符的压制，瞬间开始僵化。164位天师尸变，跑！真阳子怒吼一声，随后头也不回地朝着大门跑去。整个皇陵煞气翻滚，阴气升腾，这164位天师集体开始了尸变。此时陵寝之中，张道陵满脸震惊地看向了皇城大门，他感受到了众多天师的变化，他的子孙后代全都开始尸变了。谁动了镇尸符？张道陵目眦欲裂，怒吼出声。他不敢想象这164位天师一旦尸变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同时青铜棺椁之中传出了我的狂笑声，天下朕要回来了！我狂傲的笑声引起陵寝震动，100位天师尸变所带来庞大的阴气裹挟着煞气席卷了整个皇陵地宫，而皇陵地宫外界的天穹之上，雷云瞬间翻滚不停，雷霆炸响连绵不断，整个骊山瞬间被黑暗笼罩，时不时的就有一道雷霆落下轰击地宫。那天穹之上的雷云还在不断扩大，阳光被乌云遮挡，黑暗以骊山为中心不断蔓延侵袭。什么情况？难道那位出来了？江山看着眼前犹如世界末日的景象，震惊的有些不知所措。就在江山愣神的时候，天穹之上雷云覆盖速度更快了1分，疯狂朝着四周蔓延。漆黑的云层之中，无数雷霆翻滚，聚而不落，似乎在酝酿着一道更为恐怖的神雷，立刻疏散附近城市的居民，动作要快。另外警戒线往外推1000米，所有人立刻退出皇陵范围。江山回过神来，拿起对讲机开始安排了起来。附近待命的军警立刻行动，疏散附近几个城市的居民，警戒线也开始往外推移。外面聚集看热闹的人全都被劝退带走。雷杰，有大将出事！我靠，始皇陵真有大粽子！说好的皇陵不可能尸变的，这景象当年百鬼夜行也没这么恐怖吧？老天师顶不顶得住啊？应该没问题吧？听说龙虎山全员到齐了，官方也调了不少人过来。就算这始皇陵里有1000年大粽子，就龙虎山这配置拿下没问题，就没人关心是谁尸变了吗？说不定是哪位始皇帝呢？别扯了，都说了帝王不可能尸变的，顶多是墓里陪葬的将军什么的。聚集在外围的一众修行者们闹哄哄的讨论着，眼前的场景虽然恐怖，但没有一个害怕的，个个都兴致勃勃地伸着脖子往里面看去。这可是少有的吃瓜现场，老天师当世绝顶的称号深入人心，没人想过老天师会处理不了。当年的百鬼夜行不也是恐怖如斯，结果还不是被老天师下山教做人了？龙虎山在前面顶着，他们安安心心的在后面吃瓜就是。这些人根本不知道始皇陵中有多少恐怖的存在，更不知道那位他们认为不可能尸变的始皇帝马上就要重临人间了。